新年刚开始，华尔街日报就放出一个吓人的数据，说是从2021年开始的中国房市崩盘，到现在，中国家庭已经损失了18万亿美元。这个数字光听就让人心惊，甚至超过2008到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的损失。要知道，美国那次危机里，股市加房市的合计亏损是一共17万亿美元。华尔街日报说，中国光房价这几年的下跌就超过了美国那场大危机的总体损失。真有这么夸张吗？据说这是巴克莱银行给出的估算。18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？是接近中国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，相当于一整年 GDP 都蒸发。换个说法，就是平均每个中国家庭损失6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44万元左右。听起来更吓人了。不过细想一下，中国有多少家庭真正拥有过44万人民币的资产呢？既然从来没拿到过，怎么就说丢了这些钱呢？所以这里也要打个问号。华尔街日报转述的巴克莱银行估算，想表达中国房市下行导致的金融危机很严重，这个判断，这个结论方向没错，但数字是否靠谱，就值得我们琢磨。因为按照这个算法，好像把许多没卖出去的房子也都算成家庭实际损失，但实际上那些虚高的房价更多只是账面数字，从来也没真实变现过。先来看看巴克莱银行到底想表达什么。他大概是说，从2021年以来，中国因为房地产业下滑，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，而且家庭资产缩水极其惊人，达到18万亿美元。不过，很多人质疑这个数字是怎么推出来的。有一种推测，他们也许把当初房价最高峰时的整体市值乘以当时的库存房屋面积，得出一个天文数字，然后再和现在对比，就说损失多少万亿。可问题在于，你得分清楚哪些房子实际上已经售出，哪些是库存摆在那里却没被消化的空楼。如果那些有价无市的库存全拿最高价去乘，当然会把总市值抬得离谱。一旦下跌，你再说，损失也就变得无比巨大。实际上，中国房市里有大量鬼楼、空置房，他们的账面价值算得再高，也从未真正在市场交易过，所以不能简单说跌价就变成了多少多少损失。毕竟它从来没在流通中变现，是个纸面泡沫。要说家庭损失，也得看这些房产是否真的曾被家庭买下。此外，还有一个误区，不少人用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来类比，把美国17万亿亏损和中国18万亿说成同一量级的对比。但美国当年那是股市加房市的双重崩溃合并，才有17万亿的数字。中国这里只算房价，就超过那数字，不就更唬人吗？所以巴克莱银行的算法可能忽略了很多实际的市场状况。华尔街日报本身也没细讲，但从常识看，你不能把全国库存量都拿最高成交价去计算一遍，然后说下跌这么多就是损失这么多。综合来看，巴克莱说的18万亿美元损失有失偏颇。咱们再深入谈谈，到底这波房价下跌对中国家庭会带来多大打击？有个前提是，中国房地产供应量本来就严重过剩。早在2019年就有人说，中国房屋的库存面积够34亿人居住，若加上小产权房等，甚至说40亿人都不成问题。可见很多空楼鬼城从来没人住，也从没进入实际买卖流通。如果你拿当时高峰期的平均单价乘以那些庞大库存，就得出一个吓死人的市值。然后再说房价腰斩，自然数据就相当惊悚，
好像全国家庭亏了天文数字。但别忘了，这些大面积没卖出去的库存，说白了就是开发商造完摆着，也没真正卖到老百姓手里。纯粹账面数字上涨与下跌，并不等于真实损失。对真正买房的家庭确实有损失，但主力大概集中在近几年新购房者身上。如果是很多年前就买的房子，或者老城区的自住房，房贷早还得差不多了。又或是卖旧买新的互换家庭，他们对这几年的涨跌没那么敏感。毕竟他们在房价飙升期间也把旧房卖高价了，就算新房也贵，可互相抵消后负担不会极端沉重。真正压力大的是那些2019年以后才刚进市场还背着高杠杆的人，尤其在房价大跌地区，他们现在可能出现负资产，房子市价都还不起贷款余款，那些家庭损失很惨重。另外，要说中国房价暴跌后大家都撑不下去了吗？也没有这种全面崩盘的感觉。因为在城市中，拥有自住房的比例一直不低，传说早在2010年，官方就说城镇家庭自有住房率高达 89.3%。虽然这个数字也许水分不少，但至少说明很大比例的城镇人已经有房。他们对房价的波动感受比首次购房群体要小些。举个例子，你的房子住了好多年，房贷也还了一大半，就算房价跌了，暂时影响还不算太致命。但如果是2019后才下手买房，还几乎没怎么还本金，房价就跌穿贷款余额了，那打击就大多了。当然，如此庞大的泡沫破裂，损失依然是惊人。虽然未必真像某些机构说的18万亿美元，可对很多背着房贷的年轻人来说，这笔损失还是沉重。他们收入本来就不高，现在工资涨幅停滞甚至下降，房贷却压得喘不过气。这背后也会影响消费、婚姻、生育等方方面面。因此，即使没有美国2008年式的金融危机那种全社会炸锅的情形，中国人也在承受房价下跌的痛苦，只不过吸收方式不一样而已。许多人喜欢把这次中国房市崩盘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相比，觉得美国当年就是房贷违约引爆金融风暴，中国现在会不会也那样？其实两边环境差很多。美国当年的问题在于大量次级贷款被打包成金融衍生品，还拿到优良评级，层层传导到华尔街乃至全世界。结果真相一揭穿，大量房贷人无法偿还，那些看似安全的证券都变成烫手山芋，整个信用体系突然坍塌，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。但中国房地产贷款是牢牢握在大银行手里，次级贷款市场几乎不占什么比重。也就是说，你很难通过证券化把风险层层转卖出去，大银行自己就得扛着烂账，政府再通过行政手段稳住。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房屋过剩还不爆？表面看是政府一直压着，例如前几年搞了3条红线，限制开发商借贷规模，就是想控制房地产杠杆。可效果有限，因为供给早就严重超量，城市里鬼楼遍地，偏远地区卖不出去，开发商资金链本来就很脆弱。要是真放开市场，让房价大幅回归，开发商和银行都要爆雷，而最后还是政府得兜底，只是换成大通胀或者拖时间来消化这笔烂账。区别在于，美国2008年是靠大崩溃、大救市的方式，把业力释放，然后重新洗牌。中国更倾向把烂摊子埋起来，让社会慢慢吞下苦果。其中关键环节就是央行注入流动性，给银行一点点通胀，消化坏账。可是当前经济本身已处衰退，
要是再放水搞通胀，大众收入又跟不上，只会让民生雪上加霜。所以，这套甩锅给全社会策略也并不好实施，这就造成一种更大的困境，既不愿意让房价自由暴跌，又拿不出足够资源去托市，逼得大伙儿日子都难过。另外，有人关心公务员涨工资会不会意味着先军政治优先保住体制内人群。从当下情况看，更像是一种朝三暮四的做法，也许是把基本工资调高，但砍或拖了奖金和绩效，最后到手甚至可能差不多。只能说政府疲于奔命，各部门都要应急，并没有宏大清晰的长远规划。这也就形成了如今的局面，房市烂而不爆，经济冷而不死，政府顶着头痛治头痛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中国这轮房市跌幅到底多大？是否真到18万亿美元那般？大概率是没那么夸张，但确实不少人背上了巨额房贷，如今价值缩水，或者收入跟不上，供房压力，不得不断供或认亏。单个家庭的痛苦是真实的，只是没显现在全社会的大崩盘模式。最后说个话题，不少人问，是不是会出现类似美国次贷时期的那种全球性冲击？由于中国房地产信贷没有广泛证券化，外资参与也有限，所以不会出现类似雷曼倒闭那种全球连锁反应。但是对国内的经济结构、银行体系、政府预算都会带来深远压力。今后怎么收拾，就看能不能稳住基本面。如果继续靠印钞来弥补坏账，恐怕通胀会更可怕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